钟子涛刚醒过来，浑身疼痛以及满心委屈，见到亲爹正要释放，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个亲爹竟然把自己当作仇人一般，冲上来就对着自己一通猛踹。他本身就疼得钻心，被钟云秋这连踹数脚，踹得更是一阵鬼哭狼嚎，哭着喊道：老爸你疯了吗？你打我做什么？我打你做什么？钟云秋气喘吁吁地骂道：我打你是因为你这个王八蛋害惨我了。说罢，钟云秋骑在钟子涛身上，一手抓住衣领，一手在他脸上猛抽一个耳光，骂道：你这个王八蛋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给老子惹祸，老子早晚要被你气死。钟子涛哭着喊道：爸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不给我报仇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打我。钟云秋气得快要爆炸，但是又不敢说出真实缘由。他很了解自己这个败家子，喜欢惹是生非是其一，没什么本事城府是其二，自己要是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，他那张破嘴肯定会传出去，万一被叶晨知道，那就全完了。所以他只能盯着钟子涛，恶狠狠地说道：你给我听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提你挨打的事情，更不要再试图找对方报仇，否则的话，我把你2条腿全打断，把你当条狗一样养在家里，一辈子不让你出门。听明白了没有？钟子涛被爸爸凶狠的样子吓到了，他这辈子都没见到过爸爸如此凶狠的模样，虽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，但他也隐隐意识到自己今天很可能已经闯下大祸，于是他只能强忍委屈，哭着点头说道：我听明白了爸。钟云秋还是不解恨，又一个耳光狠狠抽在他脸上，随后对医生说道：从现在开始，未来2个礼拜不要让他离开这间病房。医生连忙点了点头。钟云秋又看向钟子涛，咬牙切齿道：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要敢走出这间病房半步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，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。钟子涛吓得一哆嗦，连忙道：爸，我想见我妈，您能让妈来一趟吗？钟云秋骂道：让她来个屁，你马上给你妈发条短信，就说你要跟朋友出国玩几天，什么时候伤养好了再跟你妈见面。与此同时，当叶晨和刘曼琼抵达刘家在施勋道的豪宅时，一直跟在后面的刘家辉也几乎同一时间抵达。叶晨刚把车停下，正解安全带准备下车的时候，刘家辉已经飞速下车，狂奔到特斯拉跟前，殷勤地替叶晨打开了车门。叶晨都没想到这老哥这么胖的身躯冲刺起来竟然这么快。这时刘家辉已经站在门外，恭敬地笑道：叶先生您请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刘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。刘家辉忙殷勤地说道：应该的应该的。说着连忙又问叶晨：叶先生晚上吃的怎么样？如果没吃饱的话，要不要再用点宵夜？我刚才让管家去给您买烧鹅了，等买回来您要不要吃一点？我们可以顺便再喝上2杯。叶晨笑道：我以为刘先生不喜欢烧鹅。刘家辉脱口道：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叶晨点点头，开口道：刘先生就不用这么费心了，曼琼小姐晚上带我吃得很好，我也吃不下夜宵了，另外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有什么事可以明天到你公司慢慢聊。刘家辉摆手道：没事没事，合作什么时候都可以聊，明天还是让曼琼再带你到处转转看看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肯定更有共同话题。说罢他连忙问刘曼琼：曼琼，你明天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没事的话就继续陪陪叶先生。刘曼琼心下一喜，
几乎当时就要答应下来。可他还没说话，叶晨却直接开口道，曼琼小姐明天在尖沙咀还有义卖，我就不耽误她的时间了。刘曼琼心里顿时有些失落，其实她很想说义卖的事情，她可以跟同学们打个招呼，不用去也没问题。可是叶晨都这么说了，自己总不能厚着脸皮反驳，于是便只能点头说道，爸，我明天尖沙咀那边有点事，结束之后我带叶先生去吃饭，白天你们就好好谈合作吧。刘家辉见此也只能点头说道，好，那明天我带叶先生去公司，你忙完直接来公司找我们。好，刘曼琼轻轻点了点头。三人回到别墅之后，刘家辉便对叶晨说道，叶先生，今天时间不早了，让曼琼带您去客房休息，我已经让人把客房收拾好了，就在曼琼房间对面。刘曼琼听得惊讶不已，家里的客房与自己根本不在同一楼层，而自己房间对面的房间是专门为了好闺蜜们来家中过夜准备的，自己还专门交代过，绝不可以拿来招待其他客人。可没想到爸爸竟然把这间房安排给了叶晨，估计这是来时路上爸爸特地安排佣人加急准备的。不过刘曼琼心里却没有任何生气，反而涌上一种莫名的娇羞。于是他便对刘家辉说道，我知道了爸，您回去休息吧，我带叶先生去客房。好，刘家辉哈哈一笑，开口道，你们去吧，我也回房间了。目送叶晨和刘曼琼进了电梯，刘家辉心里开心不已，做梦也没想到叶晨有这等实力，若真是能被自己女儿俘获，那自己可真是要再度腾飞了。就在他心中兴奋不已的时候，助理阿明快速走上前来，在他耳边低语道，董事长刚刚收到美国那边的消息，陈兆忠已经上飞机了。这么快？刘家辉惊讶地问道，不是说流程可能还要再等2天吗？阿明解释道，听说是那边手头积压了不少非法移民，所以就加急处理了一下。刘家辉忙问，飞机什么时候到港岛？阿明道，明天下午2点左右。好，太好了，最近好事不断，真是接连走大运。刘家辉激动不已地说道，他明天下午2点到了之后，肯定会先移交海关处理，海关处理完之后就会放行，估计也用不了太久，一旦那个扑街走出机场，他的生命就要进入最后读秒了。